苏家商队的阵势，比巡抚司出兵剿匪更甚。苏明玉果真亲自带队，金标、舒亚南亦在其列。不过，各寨绿林都已集结，又有帮中的好手接应，即便这些镖师个个身怀绝技，想要将生丝运进城中，也绝非易事。那些个绿林好汉，都是些乌合之众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啊！那我再从帮里选60名好手。帮内的兄弟都是跟着我们出生入死的，出发之前，先重金犒赏，让他们安顿好家小。好。这尊石兽在这多久了？自从曹帮兴旺，搬到此处时就有了。太旧了。该换一尊新的。此人不报姓名，却也打发不走，非要见莫东家。康掌柜别来无恙啊！上次的伤可好些了？我们莫爷府莫非今日没开正门？另辟蹊径，自为要事。旁门左道之徒，谈何要事？莫爷说了，与公子再无任何瓜葛。不如再去问问。金氏两玉刺的事情，我可以永不再提。不过呢，那群被卖的孩子，着实是太可怜了。康强，此事你去安排，务必周密，确保孩子安全。好。莫言，我此番前来是想告知您，欠您的3万两银子可以还清了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带银子了？15艘漕运快船，加以船工，上等水田300亩，上好的店铺20余间，盐漕房产以及漕帮总部大堂1间，如何？这生丝运不进城，苏家摊台；运进城，曹帮赔进。这7天峰的产业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公子这儿。说的没错，我煞费苦心，设下连环计，无非是想帮你家莫爷做嫁衣。莫爷，此番生丝能否运进南都，我说了不算。苏家说了不算，那7天峰说的也不算，所以全在莫爷。东家，七帮主来了，说要与您谈一笔大生意。七帮主，你这是把全南都的银号都借了一遍了，怎么才来我广汇庄？最后一波，自然要找鳌头。借多少？几分利？南都的这个钱庄都是1分利，莫爷这边我给3分，再多，别坏了规矩了。你这都借遍了全南都了，还谈什么规矩？容我说一句，你与苏家斗成这样，恐怕不是为了逐利吧？哈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你是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若成了，取而代之，坐享南都商会头把交椅，家财万贯，声名显赫。我听说驿道上盗匪横行，苏家的生丝怕是进不来了吧？
但是城内大局未定，苏家发行了8万两生丝的气票，把你原本炒上去的生丝价格又给降下来了。戚帮主要借那么多钱，就是想把气票也炒上去。戚老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莫老板，到底想要几分利？我1分不要，我只要你曹帮每月1成的营收。1成的营收。世人都说莫老板心黑手辣，今日得见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商人逐利，何错之有？1成的营收，我答应。爽快，银子随便你借，我把银库的钥匙给你都成。但是戚帮主，你拿什么抵押？还有什么要求，莫也直说。戚帮主，我已为你倾其所有，你自然要拿硬货与我抵押。我看啊，你曹帮的产业挺合适。戚老板，还是那句老话，苟富贵，勿相忘啊。莫老板，请留步。好。多，借到多少？回去再说。照顾一下。各位镖头，你们手下怎么样？我手底下多名轻伤，1名重伤。我这也差不多，我折了好几名弟兄，其余的也都是轻伤。各位镖头，你们的手下及他们的家人，苏家都会安置妥当。此次你们舍命相助，苏某莫齿难忘。现在局势已经分明，二位不妨自报家门，说出幕后主使，或许能够留你们一命。哼，这能问出个屁呀！学着点儿。你觉得这俩哪个更容易开口？我也觉得。你是现在说，还是打完你再说？我说，我们寨子就是拿钱替人办事。他是曹帮齐天锋的人，他是。你以为你自己干净啊？
你们几个寨子，多少人马？15个寨子，400多人，还有几十个曹帮的。虚张声势。如果有400人，为何不倾巢而出？为何只来你们几个？也不足为奇，只是试探试探嘛。哎，舒姑娘，杀父不义。你若落他手上，他可会放过你？留作人证吧，押回府衙，还能给齐天风定罪。随你，当做人质也可。先压下去，好生看着。走走，不是，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学到了吧？对这种人就一个字，狠。自家兄弟，学费半价。走。都放下，都放下！齐帮主，我吴老三下辈子再与您做兄弟。这就是你天天吵着要闯荡的江湖。走吧。看似灰飞烟灭，不过是刚刚拉开帷幕。王苗子，你回来了。继业，我们他们回来了。什么情形？你看，明日路程必定凶险。你们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些地形极易设伏。这样的路况，少说还有7、8处，但是我们这些人手绝对不够破防。我来看看。注意警戒！有些手段，虚晃我们3回了，是存心让我们不得安宁。这是何处？是个荒废驿馆，据此处有异士阵脚力。院墙刻板好，很讲究。眼下这4面楚歌，他们正是想耗得我们精疲力尽，再发起总攻。这旷野无险可守，我们不得片刻安宁。这样下去，还真遂了他们的心愿。就算躲到驿站，也强不到哪儿去啊！舒姑娘，这期票只有15日，眼下没几日了。你放心，来得及。各位，我们再熬一夜，天亮启程去驿馆。不管怎么说，先做休整，随后我自有安排。好。云公子，康掌柜，可有消息了？公子每日一问，是在忧心什么？只是觉得很蹊跷。苏家商队即便出了事，也会有人败逃回来，怎么会毫无音讯呢？公子手持鱼竿，却忧心鱼饵安危。垂阴落定近在眼前，公子且再等等。东翁，
刚收到飞鸽传书，苏家商队已经躲进了那架废弃的驿站。东王，我看这回咱们稳了。大事未成，言之尚早啊！弟兄们跟着出生入死的都辛苦了，每个人多发2级的月钱，有功的另行重赏。再过3日，弃票到期，咱们就能稳坐南都城第1把交椅。到那时，咱们就再也不是处处看人眼色的草帮了。慢点啊！检查好了啊！来帮忙搭个手。啊！那边再看看。来，放这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来，快过去！如今时间紧到匪强，如若我们继续消耗，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，与其一味防守，不如引蛇出洞，主动求战。主动出战，他们足足有400余人，我们才有多少？而且我们半数都是家丁。是啊，一旦杀起来，一人虚敌4、5人，如何支撑得住？是啊，别急，听鼠丫头说完。如果寡不敌众，不如将他们分开，逐一击破。正是此意。第一步，偷梁换柱，将半数家丁与半数镖师互换衣装，然后再将商队一分为2，看似分队押运，实则一队全为家丁，一队全员镖师。如此，2队分头行进，对方必定分头追击。郑镖头，在。家丁那队交由于你，一旦遇袭，即刻系货车，分散逃走。明白。我们剩下几个，将要面对一场硬仗，即便不是以1敌4，也是以1敌2，且要速战速决，防止另一队盗匪回援。既已出镖，我等弟兄定当以死相搏，以死相搏，绝无儿戏。这是好计策，要快，要猛，要如疾风过岗，片草不存。苏公子留守驿站啊？为何呀？那我再说一次，不得生死，你就是头功。你与生死在一起，哪都不能去。舒姑娘，怎么？这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吧。可万一那帮贼人闯进来，我一个如人此怕死，还想闯荡江湖？我哪里是怕死，我是怕守不住生死。这样，我与你们同去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胜算。云香果然没看错你，苏明玉，你不要觉得将你留下是觉得你不堪重用，此地其实非常危险。眼下，天将降大任于你。可如果他们闯进来，我该如何应对？别怕，此地先为空城计，我们离开会将驿馆大门和院门全部敞开。你们好生在屋里待着，切莫出来。但万一有贼人闯入，单记一条：擒贼先擒我。
眼下是，但千万不能大意。这样，我们先就地取材，提前做好部署。好，听公子的，去吧。定福楼上好的女儿红，分了吧。眼下不知生死，留着她浪费。哼，姐，舒姑娘是何来头啊？怎么？啊，年少成名的我也见过不少，不过像她这样懂计谋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她年纪轻轻就出来闯荡，不狠活不到现在。不过她懂点兵法，我也是刚知道。好，难怪，了不得。假以时日，必将名震江湖。苏公子，苏公子，郑彪子，其他人呢？我母爱吩咐遇袭后骑车逃走，可是那帮盗匪没有去驰援，反而紧追着我们而来。我怕引来全部盗匪，便让大家四处散开。跟来多少人？20余名。终于来了！关门，打狗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来人，给我拖过来！饶命！不要杀我！这么怕死，当什么镖师啊？连号镖局的，你不是镖师吧？我不是镖师，我就是个家丁。家丁？我生死在哪里？都在驿站。你便是苏家少爷苏明玉。有意思，头一回见人少的官人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看看，究竟谁才是瓮中之鳖。这位壮士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你这是什么路数？
老子我结过富贵无数，从未有人要过信使。江湖规矩，不管是敌是友，留下名号。你小子是戏看多了吧？苏家大少爷，你听着，我弟兄伙几个今天是奔着生丝来的，不想要你这张肉票。要结生丝绝无可能，现下投降，或可留你性命。生丝肉票留下，其余的给我杀尽！还是个练家子。兵器越怪，死得越快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找死！命让他们停手。苏子，快跟我走！苏子，苏公子，去哪儿？千管家再三交代，立刻丢掉生丝，要保你性命。生丝才是我家的命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怀柔无能，将苏家存于险境，将明玉存于性命之余。愿列祖列宗保佑怀柔，抽一击签，保佑苏家。积于基处，上德才，复真理。越久往，君子争雄。此乃凶卦，若在职期间，怕有灭顶之灾。若要平安，必当放马休兵。
周，老周，看见鼠丫头没有？没看见啊。舒亚楠，舒亚楠，舒亚楠，舒亚楠。金石良，我还以为你死了，我正想着这云香回去不得扣我工钱啊！哼，快走！去哪儿？这不都杀干净了吗？我们已耗了几个时辰，都未见半个盗匪来增援，我担心他们直接去了驿馆。苏明玉，守住围墙，是能救的快救，是。是我们，叔爷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们撤回时跟随了尾巴，前后涌来2波盗匪。苏明玉呢？在2楼，在2楼。苏明玉，苏明玉，是我。这小子杀红眼了。清醒了吧？可缓过来了。你这回算开了荤了。数过没？杀了几个？剥开皮肉，那感觉瞬之间就来到了手上，直到骨头，就像刺到了硬石头。血喷到脸上是热的。我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你这样很正常，缓缓就好了。一会儿你好生歇着，御史都交给我们。那动弹的都起来，一定要护住院墙。是。
想明白了？你说的对，这才是真正的江湖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金世良的兄弟。真正的江湖，只有血雨腥风，你死我活。一会儿打起来，不许半点留情。坚持住！撑住啊！我苏家的命！诸位，有关商队遇袭的传闻，我已经派人去查看，眼下还没有确凿的消息。不过诸位切记，商会会履行我的承诺。逾期对不到生丝的商户，弃票将以售卖生丝当日的价格退还，所以诸位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。而且，你们手里的弃票，明日才到期，为什么就不能在手里多留上一日？传言万一是真的，明日必是所有人都来挤兑，到时候这弃票怕是成了废纸。对，今天必须给我们还钱。对，没错，今日必须给我们还钱。我们大家稍安勿躁。对，有什么话，还请苏会长跟大家讲。天道酬勤，商道酬信。今日，我将以我苏家100年的基业以及我会长一职作为抵押。若明日有人对不到生丝，得不到赔偿，我将变卖家业，让出会长一职，赔与诸位。可现下生丝连影子都没有着落，明日有几分希望啊？是，就是啊！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赶紧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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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家商队遇袭的事儿已传开，今早门还没开，就挤满了人。哎，老先生也何叹息呀？难不成你也买了苏家的弃票？我不懂，也不想掺和，只是苏小姐一向对人仁义，这次不知道得罪了谁，令苏家遭此大难。是吗？苏家上上下下的衣裳，一定都是你做的。啊，从学徒的时候有40年了。世道在变，不应该难为手艺人。如果苏家就此垮下去了，我曹帮的兄弟，还有他们的家眷，所有的衣裳都归你做。谢启帮主。立字当头，莫爷办事果然是尽职尽责。不知可有其他消息啊？今日有逃散的镖师回城，说商队被盗匪逼入一个废弃的驿馆，未曾想盗匪早已挖好地道，趁乱偷袭，还将生丝烧了个干净。这连环计不算精巧，却也够用。
不知可有伤亡？若真如传言，商队能几番杀退数倍于己的盗匪，想必损伤惨烈。总之，公子的几位挚友还全无消息。有劳这几日的款待，那我先行告辞了。公子留步。公子还是留下的好。为何？莫爷说，水落石出之前，定会有人想要你的项上人头。不必担心我，留心照看好你家莫爷。荣哥，你说，外面的传闻可属实？小姐，你别太着急，真的是有人看见舒亚南、金世良护送他突围了。只是我现在真的搞不懂，这到底是不是那个公子乡的计谋？他是云台中人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妻子，心腹又如何？不行，我要去找明玉。小姐。若真如传言，商队能几番杀退数倍于己的盗匪，想必损伤惨烈。总之，公子的几位挚友还全无消息。东家，最近这几日，可有人过来找我？苏会长来过，他说，若你回来，便去知会他一声。我回来应该有2个时辰了吧？你怎么还不去？眼下苏家大乱，皆因依我的计策，你怕他们为难于我？乱作这般，怕不是东家本意。我盘下这连生方，已过去半月了。开张之时筹备的如何？东家这么问，我倒是安心了。如若东家别有他意，断不会让舒姐姐和金大哥去护镖。待苏公子回来，我便张罗开张之事。若是苏公子回不来呢？若舒姐姐回不来，东家作何打算？我不胜酒力啊，先回去歇息了。燕武大师曾说过，此身法世袭之内无人可破。你们云台中人，也不过就是坐井观天而已。难怪他们都说，在南都城中，无人敢对苏家用枪。他们说的都不对，没人敢动小姐，无论用任何方式。你若杀了我，
就不怕我门中人报复吗？我前半生杀人无数，苟活至今，这条命随时可以还于苏府。敢不敢与我一赌？你杀了我，看看我们云台中人几时会查到真凶，又是否会连累至苏家？不敢与我赌，不敢与我赌，就与我好好说话。行事如此鲁莽，一定不是你们会长吩咐的吧？小姐这些年为了苏府，元气早已过损，平常待人接物也都是精致打扮，才不让外人看出她抱恙在身。如果此次因为你让苏府受损，小姐有半点差池，我定取你性命。如此说来，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。金不老姐。海寇，孟获，快点燃烽火，传递军情。今日寅时，生司将会有海路运抵城东废弃的双石码头。如果到不了呢？你若想杀我易如反掌，我怎敢出言相欺啊？这么说，一来你就已经决定要走海路，派去扬州的商队，只不过是你的诱饵罢了。哎，说诱饵有失妥当啊！兵以诈立，我只不过是顺应局势，因利制权而已。自古谋划布局者，最讲究的是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。看似虚实难辨，谋定而后动，方能一招制胜。你再避重就轻，也难掩你们云台中人铁石心肠。小姐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在你们眼中，众人皆是棋子。古京城大事者，怎可以一时论轻重？你们苏家的商队，马夫驾车，镖师护队，各司其职，与平日所做之事无异，只不过他们刚好出现在了我的布局之中而已。万一此番真出了事，我必以重金赔偿。在你们眼中，金钱可以解决一切。普通棋子丢了，你可以重金补偿。那如果像舒亚楠、金石两这样的贴心棋子丢了的话，你又该如何补偿？莫非钱掌柜有更好的办法？亦或是即便齐天风赢了这场生死之战，你们苏家依然有办法做到全身而退，安然无恙？那公子的意思是，我还要向你道谢？不该吗？谢不谢的那再说。如果今天生司能够安全到达码头，那公子便是安全；否则，你这个聪明的脑袋，我必定取走。
咱们曹帮的生丝都盘点清楚了吗？都按您的吩咐办。可是兄弟们有些不明白，眼看这弃票违约，生丝现货肯定得涨啊，您为何要急着抛售呢？拾剑而买，虽贵已贱；拾贵而卖，虽贱已贵。这是做生意的一个诀窍，你们不用懂这些啊，按我的吩咐去做就好了。是。钱掌柜，哟，丁管家，来，快请坐。15日交期已到，这是3万斤生丝弃票，按期当赔现银19万5千两。还真是没想到，商会发行的弃票，曹帮居然买了将近1半。现银现结，想必钱大掌柜不会为难我这跑腿办事之人。还请丁管家回去转告齐帮主，如若有一日他能够东山再起，希望他要知道这世上没有圣权可握。万丈雄心蒙了眼，却不知自己余有腹中。丁管家，拿好你的这3万斤弃票，到东城门外去兑换生丝。你的这3万斤，可都是上等好丝。一会儿啊，丁管家会带着那个王裁缝过来。别客气啊，挑最好的布料，每人做一身衣服。家里边有老婆有孩子的，一起做上。跟大家伙说一声啊。好，谢谢帮主。谢谢帮主。丁管家，东王出事儿了。我手里拿着弃票，边走边想，心想着苏家一定是虚张声势。可刚走到城门口，那火箱堆得比墙还高，他们是怎么运进来的呀？苏家的商队烧得干干净净，漕运水路也断不可能，剩下的只有海路了。可朝廷禁海几10年，就算没有官兵严防，苏家也不可能搞到这么多货船呢。不对，今天早上有一则传闻，说昨夜有海寇入江，会不会是他们干的？东王，咱们访了陆运、漕运，却万没想到是海运呐！这回完了，咱们押上的是整个曹帮。起来！站起来！曹帮没有眼泪。这趟买卖，购置生丝，花了3万两。雇海寇快船，光海主那乌龟王八蛋竟然敢讹我，要了我足足2万两。七天风前后，又借走了大概5、6万。这投都投了10多万两银子啊！这曹帮的产业到底值多少钱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曹帮的产业那可不是拿钱就能买来的。再说了，苏家这回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，那也不是拿钱就能还得上的。总之，这次的生丝大战，受益最大的就是咱们的广汇庄。那云公子又得了些什么好处呢？难道他只是为了对付七天风？哎，这话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。他全盘谋划，步步为营，最后他又给自己留下点什么。
他左手留下一句话，我甚是不解。说了什么？他让我一定要好生护您周全。东家，曹帮的七帮主到了，说有事要见您，让他候着。是。云香说的，就是他了。铁手夜叉，终于等到时机与他对决了。小子，看你那摩拳擦掌的样子，我可跟你说，此人可绝非寻常高手。这样，等会儿让影子先压制他，你伺机一举拿下。叔，我期待得很。他那掌法以刚猛著称，与他对阵，我这化形掌定能再进一步。出月帖，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啊！哇，这等品相的珊瑚，怕是皇家贡品吧？老七，这叫什么来着？武神大河鼎。睹物思人呐！我记得当年文聪宴请南都商户，我在他府中就见过这尊宝鼎啊。是，后来交易商会拍卖，我是花了重金把它给购买下来的。老七啊，就这些个宝贝，随便哪一件被那戴乌纱帽的瞧见，还不得将我满门抄斩呢？你说你送与我，你是想害我呀？莫爷说笑了，这些东西即便是去了鬼界黑市，那都是天价。老七啊，咱俩都是生意人，就别玩这些个把戏了。说吧，你此番前来何事？但说无妨。啊，街面上的事情，想必莫爷比我灵通。你应该知道，苏家的生丝进了城，这场豪赌，我戚某人一败涂地。听说了。所以万般无奈之下，把这些宝物拿出来，想换些东西。换什么？啊！现在我们曹帮所有的产业都压在了广汇庄，如果莫爷您要把它收回去的话，先不说上上下下您需要重新的打点，也未必能收到我们曹帮素日的这个盈利。所以，我想建议莫爷，咱们不如来重新谈一桩买卖，如何？莫爷，您再拿出一笔钱来，让我把欠的债给还了。从今往后有一日算一日，我们曹帮的盈利3成归你。莫爷，对半，这样算下来3年不到，您就可以收回您的本钱。再往后，曹帮每一笔的收成，您都可以坐享其成。齐天风，你说这话有欠妥当。眼下你曹帮的全部产业都压在我这儿，就连你这条命，差不多都是我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让你的一分一毫，都是赏赐，怎么能说是交易呢？话莫说尽，事莫做绝。事莫做绝。此话怕是文老也跟你说过。你可有想过放他一条生路？我齐天风能有今天，就是从来都不信天命难违。
坐下喝杯茶吧。哎，很精彩，不过来一起看吗？此战一结，咱俩是不是就两清了？哪里？你忘了，你还要去找那些积山堂的孤儿呢。此事自然是要办。我是说，你这一番惊涛骇浪的折腾，你究竟得了什么好处？再说了，门主可是命你借机扳倒苏家，你却让他们挣了个盆满钵满。你放心，此事我自会向门主交代。云香，日后还想再与我联手，不妨坦诚相见，免得猜疑。华行长，好眼力，小小年纪，便将这邪门功法练得如此精地。哇，这化形掌是什么奇怪的招式啊？化形，就是吸纳对方的劲力为己所用。七天风刚才那一拳，等于是打在了自己身上。那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锋刃的兵力或许可以克制，康桥运气好，七天风使的正好也是掌法。谁都别动，此人归我。我若使出10成功力，你可还能化为己用？试试便知。镜子还不动手！柯桥，柯桥，柯桥，报贵，可有消息了？船已停靠在东乡渔港。真的？可那边少说还有10里，为何不停在附近码头？一言难尽呐。不过他们已经答应派人过来接应，咱们要尽快做好准备出发。帮主，前几日海寇船队夜闯江口后，江防衙门便巡查得更紧了。关海主不愿意冒险，所以才把船停靠在东乡渔港。不愿冒险？那闯江口运生丝进南都的，不就是他吗？关海主并未否认此事，但他让我转告帮主，说运丝不过是花钱办事。眼下他求贤若渴，急需帮主这样对内河航道了如指掌的人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我等随时待命。东，你说在此时，我身负内伤，是不是天要亡我们草王？守在外面的兄弟，皆是好手，又有关海主接应，咱们定能杀得出去。我看院中最多不过15人，
方才是我们大意了，漏了动静，他们已经有所戒备了。哼，你这大意的真是傻。这还如何偷袭啊？无妨，我们人数是他们2倍有余，纵使强攻，照样十拿9稳。对，一道破墙拦不住咱们。话虽如此，但上次我们强守驿站也是人数悬殊，只有一道院墙，强攻未必合适。云香答应过，这次要兵不血刃地拿下齐天峰，我们只管先守住他。哼，干等闷得慌，咱们也给他来个4面楚歌，折腾他一番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莫爷带了多少银子？家财万贯，麾下有兵强马壮，真让人羡慕。少来！我问你，你小子怎么知道我能联络海寇的？上次见完门主之后，你自己说的，曾雇佣上百艘海寇快船，去搭救安庆府的灾民。哼，那个时候你就打上我主意了？那是一定。行，以后跟你小子说话，我可得留点心。你又打什么主意呢？西天峰如今的藏身之所，是在一个走私码头的边上。是，走私买卖也会跟海寇勾结吧？即使他受再重的伤，也有可能坐船逃走。但是他偏偏选择了离南都城很近的地方，等人接应。或许是我们大意，今日可能会有变动。全速！老大，有人来了！老狗，秃瓢都不敢露一下，还叫什么铁手夜叉？快出来与我们一决高下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莫非你多久了？饿坏了，把自己鸟蛋给烤了吃了？哈，难怪一窝子怂包。老子宰了他们！老八，莫出去，别着他们的急，累死我一个，也不让帮主受这份气。帮主用兵，守在院中。兄弟们，都莫急。若他们知道我们有援兵，早就攻进来了。待关海主来，再解恨不迟。是云香的援兵，吹的是海号，来者应是海寇。海寇？咱这趟差事还能有命拿到金子不？兄弟们，怕是遇到海寇了，逃必死无疑。跟我一起杀了去！杀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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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先谈谈。看着我老关，还敢拔刀？诸位，兄弟们在此摘梁子，不拦过路龙王。哪里打滚的？听不懂你们的废话。水里的到了地上，自然的讲地上的规矩。东王，是关海主。既然来了，总要见面的。开门！关海主，别来无恙啊！我自然无恙，你如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唉，依招失算，恐怕以后要仰仗关兄了。好说，一会儿随我杀进院子，再做打算。关海主，三阳七岛的海主，丫头，你与哪位有交情啊？白沙岛刘海主，5年前我游历东海，救了他的船夫。既是血恩，那今天你可活命？按规矩，如何偿还血恩，该我说的算。丫头还有些性子，那你说说。东王，要不要动手？乱起来就……将七天风交于我，放我们离开。你在说笑吗？此为吃海的规矩，拒报血恩必遭海难。说法没错，但是这刘海主已经被我灭了，血恩无主。还需要还吗？你不守吃海的规矩，便按我们江湖的规矩。住手！舒姑娘，不得对关海主无礼。哈哈哈！老莫，老关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刚才这小丫头竟敢与我不好！哎，小丫头，再吐个句，关海主别放心上。你个老小，别来无恙！七帮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子们，撤围！关海主，你可不是背信弃义之人。笑，老子什么时候有过好名？七天风，你我的新仇旧怨，今日都该了了。你若自断经脉，废去内功，我保你弟兄不再流血。
最难不过一死，岂能让帮主受辱？你们愿意为他去死，但奈何你们主子是侠义心肠，他未必舍得。云香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秦帮主，之前来我广惠庄，莅临指导，想必元气消耗不少。怎么，今天还想再来比试一番？莫不凡，你为虎作伥，落不得好下场。云香，你可愿保我曹帮兄弟周全？生死之际，还念着自己的兄弟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信你。躲，不可呀！走开！老关，你可以啊！三阳七岛都尽收麾下，当年就是顶峰时期的汪武峰也没做到，你厉害。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这个行当没落，来个不要命的，凑几艘破舢板，就敢自称是海主，收服他们算些什么？躲！弟兄们的好吧？放心，都好着。莫不凡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这个姓关的临阵倒戈？跟你讲实话吧，就算没他们，你也活不成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得怪你自己平时招惹的人太多。早就有人出高价让我封你的口了，本想将你骗上船再说。谁出高价？谁要封你的口，你不知道？非要我在此处说吗？唐晓对吧？走吧。此处的事与我们无关了。走。您靠一会儿。哎，
你那小兄弟什么来头？云香，怎么了？这小子有点意思啊！我2次下南都，处处都能听见有人议论他。暂时手下正缺个脑筋灵活的帮手，要不你帮我说说？老挂，算了吧，那小子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你还是别打他主意了。行，那你害我白跑一趟，怎么补偿啊？这样，我给你备份大礼。行，我先走啊。我送送你。喝口水。所以说，你一直听命于唐相。丁爷，东王，先下去。东王，去吧。云香，你想查清当年陆家庄的血案？我想先问你，你会查到何等地步？凡有沾染，必付代价。好，甚好。像我这一生啊，一直在铤而走险，也殊途不讲道义。但其实说到底，并非只是为了发财，我也想看到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、高高在上的名门望族，一朝覆灭，尝尽人间百态的样子。所以你想利用我对付苏家，只是为了完成你的夙愿。是，骆家庄这场血案，你查下去。但是首先南都城一定先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。齐天风，无用的话你已说了许多，不如先将我家的事交代清楚。好，你家镖局的事情我已经讲过了。事已至此，你还要推给文聪？之前你是口称义父，现在直呼其名，那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话你听进去了。姑娘，当年文聪灭了镖局，可是眼下云香挑动了我和苏家之间的生死对赌，手段是何其相似啊！你仔细想一想。当然了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。倘若你现在动手杀我，也是对的。说回骆家庄吧，当年的血案和唐啸是什么关系？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那文聪入狱呢？他推波助澜。唐啸在南都城横行霸道，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傀儡，他背后究竟是何人？这件事情我暗中查了好多年，但是半真半假，我不能确定。接着说。唐啸利用毒坊洗白赃银，然后将这些银子运往江北。他既然要过江，自然要用我曹帮的船。我手下有一个心腹，不小心听到了机要。陵远，你口中所说，可有真凭实据？你说的那个心腹，现在何处？他奉命去截杀商队，一去无回。既然无凭无据，那就说回骆家庄。文聪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他只是想购地，
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完全在他意料之外。他说的并没有错。那之后呢？之后你做了什么？唐啸又做了什么？征地是惯用的手段，他们买通官兵，恐吓村民。可是我和官府素无来往，也没有这样的门道。于是唐啸就找到我说他和镇抚衙门关系深厚，他可以从中斡旋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屠村案，唐啸策划的，你丝毫不知情是吗？我当时是有所耳闻的，事发之前就听到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理会，也没有告诉文总。313条人命，你竟然毫不理会！云香，我当时是一个东奔西走、朝不保夕的一个状态，我怎么可能为素未谋面的人去得罪唐啸？我更不可能去得罪那些杀人如麻的官兵啊！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我知道的已经都讲出来了。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你一定会让骆家庄的血案水落石出。如果你有手段能拿住唐啸，到那天你抠出我的眼睛，让我亲眼看见唐啸灰飞烟灭的那一刻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王二为信守承诺，莫要伤了我曹帮的兄弟，放过他们。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，姑娘，动手吧。董王，喝口水。哎，感觉您的气息比往日平稳了不少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咱们整个曹帮。帮主，武功丢了又何妨？从前呢，是您护着我们，今后换我们护着您。好，兄弟们凑了些银子，做路费够了，外面还有10几个兄弟，何愁不能东山再起？这件事情我已经想过了，南都不是我们曹帮久留之处了。这样吧，弟兄们可愿跟我一起逆江而上，前往巴蜀？好啊，这巴蜀水网密布，劳力也比江南低一点，不出3、5年，咱们定能好起来。谁让你们来的？什么人？
玉峰仓，舒姑娘烧的，十有八九。可若是真的，也是公子相授意。云香为何这样做，挑起这轩然大波？可是最后获利的是咱们苏家。公子此言差矣，莫不凡才是最大的赢家。广海主，你这是何意？带出去！是，放开他！走，不要伤害帮主。我曹帮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非要赶尽杀绝？怎会无冤无仇啊？我临阵倒戈出卖了你，你这睚眦必报之人，若日后东山再起，我岂不是留了祸患？关海主，你若是担心我，现在就可以杀了我，放过我那些弟兄。不早说，迟了。你呀！罢了，如今只剩你这废人，也兴不起风了，留你一命。好，喝酒吃肉去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对待云香。这正是阿姐想要跟你讲的。你非但不要疏远她，还要借着你们从前的情谊，与她更亲密些。可这是为何呀？我拿她当朋友，她却处处利用我。明玉，虽然云香用我们苏家借力打力，但是她从未置我们于死地而不顾。依我看，她不算是我们的敌人。那佳姐的意思是让我与她亲近，看她下一步动作？不是，你是没有办法算计这样绝顶聪明的人，所以你应该一如既往，以诚相待。只有这样，我们苏家才得以安全。阿贵，弟兄们，弟兄们还有活的吗？